要在中国大陆使用移动支付，境外游客只需在手机上下载并注册支付宝或微信应用的国际版，且使用国外的手机号码就可开通账号，并且只有国际版才可以绑定国外的银行卡用于支付。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移动支付功能类似，两者都同样支持在大陆几乎所有的使用场景，所以基本上选择它们任何一个都可以。不过因为每个账号对外籍来华人员都有一定使用限额，所以我同时开通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两个账号，而且两个账号各绑定不止一个国外银行卡，这样两者换着用，以应付不时之需。与国内版相比，其国际版有一些区别和限制，这主要反映在这些应用的以下几个使用场景。第一，身份信息不敏感的使用场景。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有国外的手机号，不过可以是虚拟号码，比如使用 Google 知音号码，再加上国外的银行卡，这样就可下载应用，创建应用账号并绑定国外的银行卡，并在对身份信息不敏感的使用场景中，在大陆使用其基本的移动支付功能，比如说在菜市场买菜、餐馆吃饭及商场买东西等。在这种情况下，你几乎不用泄露你自己的身份信息，比如不需要输入你的外国护照等信息，也不需要另外申请和绑定一个中国大陆的手机号码，就可在大陆使用其移动支付功能。第二，身份信息稍微敏感的使用场景，比如使用地铁、城市公共交通等，你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则需要使用护照通过身份认证，才可开通在这些场景下使用的无票扫码进站、乘车等功能。我的个人经历是，在这种应用场景下，除了需要护照信息外，支付宝在多数城市并不需要绑定国内的手机号码就可使用。微信支付似乎在一些城市还需要绑定国内手机号码并通过验证后才能使用。需要说明的是，移动支付应用中的护照认证需要输入并上传护照的主页，由有关部门人工检验认证，这需要数小时甚至1-2天的工作日才能完成，所以需要护照认证的游客应考虑提前进行，以免影响订票出行等安排。第三，身份信息非常敏感的使用场景，比如预订及乘坐高铁等，需要使用铁路12306应用和账号，除需要护照认证外，还需绑定中国大陆的手机号码才能使用其移动支付功能来订票。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可以通过移动支付在网上预订及购买火车票，外籍来华人员在进站时仍需持护照走人工验票通道，因为自动通道只能刷国内身份证。预订大陆国内的飞机票的要求与订购高铁票类似，也需要护照认证及绑定大陆手机号才可进行。不过不同的是，高铁或普通火车票只能通过12306应用和账号及国内移动支付进行，而国内飞机票还可通过一些国外网站或应用，比如 Expedia 预订和购买，这时只需护照信息及使用国外银行卡即可，无需国内的移动支付。不过票价通常要比使用国内移动支付的方式要贵。在大陆打车时，使用滴滴打车应用也需要绑定国内手机号码并通过移动支付才可正常使用。用移动支付在大陆预订宾馆也是属于这一应用场景，不过入住中国大陆的宾馆还有特别的要求，即必须是有接待外宾资质的才可以，否则即使在网上通过移动支付预订好房间，也可能造成不能入住等不必要的麻烦。除了以上一些基本的移动支付使用区别和限制外，还有一些使用金额上的限制。具体来说，移动支付在200元人民币及以下免收手续费，单笔消费超过200元人民币的，由支付宝或微信支付按3%计算并代收手续费。实话说，单笔200元人民币是很容易超过的。
值得说明的是，这比3%的手续费还只是支付宝或微信支付收取的服务费。国外的银行卡还可能有外币兑换、转账等一系列其他的费用，所以建议申请一张无国际转账费的国外银行卡来绑定支付宝或微信支付，以减少不必要的移动支付使用费用。今年以来，外籍来华人员使用移动支付的单笔交易限额已提高到了5000美元，年累计交易限额由1万美元提高到5万美元。不过，绑定的国际银行卡暂时还不支持发红包、抢红包或是向外转账等交易功能。不过，可以接受从国内移动账号向你的移动账号的钱包转现金，这样在使用移动支付从你的钱包直接支付时，可免去3%的手续费及其他的一些诸如外币兑换、银行卡转账等费用。除了以上一些区别和限制外，外籍来华人员在各种移动支付使用场景中有几乎与国内的人完全一致的用户体验。所以我的经历是，如果在中国大陆旅行，并且出行还需要乘坐高铁或飞机等，如要顺利使用移动支付订票，支付宝或微信移动支付还需要用国外护照进行身份验证，且申请和绑定一个中国大陆的移动电话号码，才能真正出行无阻。